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D 的小江老师。今天呢，我们要来回顾一下这个佘先生出过的这个 GK 啊。那他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那大家也一直陆续来这个敲碗说，到底什么时候会有上色的完成品？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好，我们就把上色完成品做起来。在这一集影片，我们要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有看过佘先生之前的这一套 GK 介绍的影片，但是呢，也有可能没看过，所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他到底做了哪些变动。那再来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到这个上色的完成品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一集的影片非常的精彩，我们现在马上看下去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类似肤色的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 Resin Kit， 就是树脂套件。那这些树脂套件经过佘先生重新的诠释啊，它多了非常多的细节跟一些凸起的一些点缀物。那你们可以看到原件的部分，这里整个都是平的，然后包含这个它的层次断差都没有那么明显。透过佘先生的改造，第一眼看到就是这些形状上呢有非常大的变动，侧裙甲呢也变得非常的有层次。那原本都很平嘛，大致上可以看到整个上半身啊，整个立体感还有这个结构层次都变得丰富了许多。再来呢，我们再 review 一下这个肩膀的改造它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刻线跟这个胶板堆叠的层次，这边也做了一些局部的镂空，然后加入了新的改套，让整个肩膀就提高了一个档次。那手的部分你看原本如果是套这个手臂，就会感觉非常的瘦弱。佘先生他把这边做了一个这个立体的堆叠，然后让它整个这个二头肌变得非常的精实，它还没有到那种壮硕肥大就是一个精实的感觉。那整条腿呢，你们一看就跟 NG 比起来非常的有层次。除了层次以外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它的结构感会变得更加的强烈，你会感觉说，真实的机械或许它身上就会有这些东西，还有一些不同密度的点缀细节。那最大的改变呢，其实大腿这边一样，原本这样子的力气，感觉跑100公尺大概就跑不动，那这样子的续航力有没有？感觉就可以战斗更久、更长。这一次改动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翅膀。它本来是1片式的，那佘先生呢这边改成了3片式的，也就是说这个翅膀呢，它是可以整个打开的。再来呢，其中一个重点呢，它的另外一个这个翅膀的部分，佘先生这边做了3条非常重要的刻线。那大家或许会觉得说，这么大的翅膀只多了这个刻线，可是它这个东西呢，是跟前面的这些细节，还有整体的细节互相呼应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翅膀如果那一片没有改，就好像你去买了一台车子，装了一个很帅的前面的大包，但是侧裙跟后面的大包都没改，然后也没有装尾翼，那你就不要改前面那个大包。这一次整体来说，它这个 Win 的这个改套它是讲究整体的一些细节相对的呼应，所以你去比对每一个改过的零件跟没改过的，你不会觉得有谁特别突兀，它都配起来都是非常的刚好。讲究的是一个改造的美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改好改满这样子而已，知道吗？紧接着我们就马上把它做成上色完成品吧。Go！不是要做模型 vlog？我现在在做了。等一下，佘先生怎么可能用这么多卫生纸？他那么节俭，这一定是你弄的，对不对？对。你这样子用卫生纸，你会被他谴责。我跟你讲，太浪费了。这些卫生纸，他上厕所的时候只有一次，只用这样半张，快要可以给他用1个月了。你给他用这么多张。
欣赏完刚才 Vlog 很帅吧？他不是要开箱上色？开箱把上色完成品做起来，有没有？开箱有开箱，然后我们收到了上色，可是它没组装，它是半成品，所以我们就开箱上色完成品做起来，合理吧？过哦。好了，这一次呢，我跟你们说，这就是由佘先生精心上色的一个作品。据我所知啊，他至少上色了超过3个月。我看一下，你那个飞翼当时上色多久啊1个月啊？1个月？你不是说你做的要死要活，做了？1个多月啊！过年一整个过年都在做啊，年假放了8天，有1天都在做啊。做完之后，那你不是做到还想放弃？那时候做到不想做。没有想放弃啊，是觉得没送了。然后后来更没送的是，你后来也没有记得拍。哦。过年一直在那边做，然后呢，你也不给早点拍，你为什么早点拍？你不早点拍，你给我时间久一点啊！你要拍就早点拍，你一般都只吃几口就回来。好，我知道了。你看，哦，笑到流眼泪。从去年上色到一个过年，年夜饭都没吃，就是为了上色给大家看，好不好？然后我们6月才拍片。对，没有，我们之前就拍好平面了，现在才好好的再把它再次拿出来欣赏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它到底这么长的时间做了哪些细节给大家看吧。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一次其实呢，我就是请佘先生，他涂装的风格不要那么干净，我希望他做一点点阴影，做一点点高光，做一点使用过的痕迹。像现在的河面呢，它其实呢就常常运用了这些技巧，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做了一点点褪色，做了一点点斑驳，然后你看枪支上也都有使用过的一些痕迹。我们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种类型，我们就说微旧化，它有点旧，可是又不会太旧，反正就是有战斗使用过的痕迹。我现在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我想我们就从这个腿部先好好的欣赏它做了哪些细节。首先白色的零件。它这个做了一些阴影跟高光，这个很明显都看得到。白色呢，它也做了跳色。所谓的跳色就是，一般这个浅灰其实在设定里面或许是用白的，可是它用遮盖做了一个灰色。那灰色以后呢，它也在上面做了一些摩擦过的使用痕迹，或者是一些撞击的痕迹，边边角角啊就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掉漆。然后再配合上这个水贴，还有这个凸起物呢，它就有做一个跳色，然后凹下去的地方呢也是，所以你看，光一个膝盖的裙甲就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啊。然后它这个外甲呢，当时有预留了一些这个密度不同的这些刻线，其实它有点类似骨架外露的感觉。那这些细节呢，也都做了一个非常用心的分色。那再来，你看。接近这个下缘的地方就有比较多的这个掉漆啊，因为这些地方比较容易摩擦。这些掉漆呢，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就是很细腻、很细致。那脚底板这个红色，其实我觉得红色是非常难掌控的颜色。它这里有做出一个比较重的阴影的边缘，然后中间有打高光，可是你不会觉得这个红色脏得很不好看，我觉得脏的还是很舒服，这是最难掌握的。所以呢，它大腿也是用了类似的做法，所以这2条腿啊，我觉得就要喷很久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蓝色的部分，其实它的蓝色呢，它也做了2种蓝，从这个侧裙甲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上面这一块呢就是比较浅的蓝色，下面这一块呢就是比较深的蓝色，然后再搭配一些这种线条式的水贴，还有点缀的水贴，所以它不只说结构上的层次很丰富，最后在上色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个跳色的搭配。可是这个跳色要跳得刚刚好，不能太突兀，所以整体看上去非常的搭，非常的 fit。俗话说得好，外行人就是看外观、看门面，内行人呢就要看内裤，有没有？金属的质感做在这里，所以当它这个裙甲盖起来的时候，你隐隐约约感觉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发光，就是它做了一个金属光泽的涂装，所以整体上啊，不只用了消光的质感，还有做了很多不同质感的搭配。那这个翅膀呢，是这一台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水贴让整体的翅膀看起来不会只是白白的一片这么单调，非常的重要。那再搭上这一些细部的这些水贴，也增加了很多点缀的分数。可是本体上啊，它的高光打的还是非常的不错，就是蛮亮的。那再带上这些比较边缘的这些阴影跟一些这种旧化脏污啊，
轻轻的、淡淡的，还有一些留痕，整体看起来就是有战斗过的痕迹，可是还是非常的舒服，真的。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一片翅膀哈，就是当时他做的这3个刻线哦，现在看起来跟整体就是非常的融合跟协调。还有一个啊，你看它骨架在上色的时候，它旁边还有做了一点干扫，让它立体感更强烈。以上呢就是佘先生帮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作品。那未来呢，我们也会找一个机会把它放在这个店面去陈列，让大家有机会看到这个实体。那还是希望呢，大家多多支持这种手作的原型创作家，因为从改造到上色到整个这个翻模可以贩售的过程，大概就是半年1年起跳。可是最终呢，它可能也卖不了多少数量，所以只有透过大家真的去支持买这个改套，才能让他们的这个创作一直延续的下去。那影片看到这边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呢是专门做模型的频道哦，有很多的模型，那你就赶快订阅，你才不会错过了这些精彩的作品。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呢，赶快上网搜寻，可能还买得到一点点。如果你买了这个东西而不会做的话呢，你就可以上网搜寻我们的这个 Omiya MadeWorks 线上课程。不管我们的那个课程叫做海牛还是叫做天牛哈，反正只要是 GK 套件，基本上你按照那个逻辑都可以做完。所以这一套你也可以参考那个方式去把它做完。那人就是这样，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投资自己。你们看，我们上完这个 GK 课程，我们自己也在强化我们做涂装的部分啊。我就找杰瑞老师有没有来教我，怎么做这种大自然的旧画，风吹日晒雨淋，然后我就自己在练习新的作业。做模型就是你不要局限在自己只会做钢弹，或者自己只会做飞机，只会画人。那我们就是尽量多个领域的技法都去学习。有一天如果你想做什么作品，你就不会因为你不会那个技法而停留在那边。好，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下次见啦，拜拜。